创伤连结是发生在虐待恋情中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创伤连结指的是，尽管受到虐待和伤害，受害者仍然与施虐者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连结。在之前的影片中，我们曾经讨论过为什么创伤连结如此强大。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摆脱创伤连结，并开始疗愈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主题，认识到自己正处于创伤连结中。在医学和精神病学中，治疗总是在诊断之后才开始的。要治愈创伤连结，我们必须认识到创伤连结，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身在其中。看看之前的影片，什么是创伤连结，以及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创伤连结最初被定义为虐待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情感连结。治愈创伤连结的第一步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关系中存在虐待。如果知道自己有创伤连结，那就要做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决定。虐待很少能停止，虐待显会改变。为了治愈创伤连结，如果创伤连结是和家庭成员建立的，那就必须离开这段关系，设定界限，创造空间。施虐者会从创伤连结中获益，只要他们参与其中，他们就不太可能让创伤连结治愈。谈谈自己的创伤。一旦我们离开了一段创伤性关系，却又无法用言语来解释到底是什么伤害了自己，这可能会让自己感到困惑和沮丧。那些与自己的关系相关的情绪并不会自动烟消云散，和专业人士讨论一下自己受过的创伤，可以有助于找到能帮助自己消化、理解和接受所发生的虐待的词语。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创伤常常会在新的关系中困扰着我们，对所经历的虐待的本质坦诚相待，可以澄清自己心目中不健康和健康关系的区别。如果有小伙伴过去遭受过言语虐待，无论是来自前任、朋友还是家人，告诉自己的新伴侣，可以帮助自己设定安全的界限，通过对那些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人敞开心扉，可以建立一个支持系统。施虐者通常会试图控制你的其他关系，他们会试图让你很难在任何方面依赖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允许自己依赖他人是愈合创伤连结不可或缺的原因。并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定数量的朋友，所以我们建议与朋友和因虐待关系而与自己分道扬镳的人重新取得联系。从小事做起，可以让一个人慢慢地重建健康的关系和柏拉图式的亲密关系。生活在现实中，任何因创伤而焦虑的人都可能会认为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的现实可能是可怕和悲惨的。成为现实目标的一种方式是避免对一段虐待关系过于乐观，或者对健康的关系过于悲观。如果我们中间有小伙伴还在虐待的关系中生活在现实中，这个观点可以帮助你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如果已经离开了一段虐待关系，这个观点可以有助于减轻焦虑。如果担心自己现在的关系会发生什么，那就试着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关注现实，正视现实，而不是猜测。允许自己治愈创伤的痛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影响自己的。让自己痊愈对自己来说意味着很多事情。有人可能会因为不承认虐待或回到与自己有这种联系的人身边而阻碍康复，但是不要难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时间。仅仅因为在这里并且想要学习如何疗愈，也许你已经开始了你的旅程，那么前途无量。记住，只有真正的心理健康专家才能理解你的情况。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强烈建议在经历过一段虐待关系之后寻求心理治疗。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你懂的。